皇家狩猎场内，万物复苏，春意盎然。亲王圣元纵马驰骋，不料在追逐一只鹿的过程中失足坠马，所幸并无大碍，只是猎物却被申参判的养子全佑所得。申参判向圣元赔礼道歉，并将其邀请到家里做客。圣元在无意间偶遇了申参判之女华颜。华颜是个肤白貌美、气质佳的美女，只一眼，圣元就彻底沦陷了。焦急的他打开窗户，想多看几眼，看到的却是华颜在跟全佑你侬我侬，心中瞬间10000只羊驼奔腾而过。从此以后，为了看华颜一眼，他风雨无阻地往申参判家跑，终于引起了圣元母亲太妃的不满。圣元作为皇上同父异母的弟弟，处境本就尴尬，太妃提醒他不要因为儿女私情毁了自己的锦绣前程。之后，老谋深算的太妃为了将华颜这个绊脚石除掉，决定以选妃的名义将华颜送进宫做王的女人。皇命难违，抗旨不遵，更是会让全家陷入万劫不复之地。无奈之下，两人只好决定一起去浪迹天涯。两人在山中简陋的小屋内相拥而眠。早上，睡梦中的二人被马蹄声惊醒，申参判将二人抓住。华颜为了保全情郎全佑，只得与父亲达成交易，迫不得已入宫成了王妃。宫里的讲究就是多，沐浴更衣都需要好多人伺候着。不久后，华颜成功诞下龙子，母凭子贵，她也顺利的成为后宫之主。而心灰意冷的圣元则远走他乡，过起了不问世事的日子。转眼5年的时间过去了，圣元奉旨进宫看望病重的皇兄。临走时，圣元将一只精心挑选的玉簪放在了桌上。在太妃精心的预谋之下，皇上的身体是每况愈下，没几天便撒手人寰了。当华颜母子还沉浸在悲伤中的时候，太妃迅速行动，清除异己，抓捕了以申参判为首的一众反对者，顺利安排圣元继承大统。虽然华颜知道先帝是因为太妃给吃了不该吃的才走的，但是势单力薄的他无法对抗太妃，只能忍辱负重，暗中等待时机。其实圣元就是个傀儡，面对着群臣百官的朝拜，眼神茫然空洞，没有一丝的精气神。就连晚上由谁侍寝，具体该做哪一步，也都是按照太妃的指令来完成的。可是这个男人唯独对华颜念念不忘。这天，他背着太妃偷偷看望华颜，还帮华颜重修了宫殿。华颜趁机向圣元求情，希望可以救救狱中的父亲。可就在这时，华颜在无意中发现了曾经的爱人全佑。此时的全佑成为了圣元身边的内侍太监。当年私奔被抓后，被申参判阉割，于是心有不甘的全佑进宫当了太监，希望有朝一日得到权力，让申参判付出沉重的代价。现在机会终于来了，一有时间就去狱中折磨申参判。华颜再见到当初的爱人，激动不已，但是全佑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深爱着他的人了，冷漠地将他当做了路人甲。圣元在朝堂之上提议放了申参判，可垂帘听政的太妃岂会答应？下朝后，太妃上去就是一记耳光，生气地对圣元说：宫里所有的女人都是你的，唯独华颜你不能碰。你要记住，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。没想到圣元这次为了讨好心上人，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，直接下旨让全佑去刑场救人。全佑怎么会救这个当初把自己阉割的人？没能救下华颜的父亲，让圣元自责不已，也对太妃的独断专行怨恨不已。于是终日借酒消愁，浑浑噩噩的度日。华颜得知父亲归西的消息后，哭得伤心欲绝。圣元舔狗一般跑去安慰，结果被嘲讽一番。圣元吩咐手下将华颜身边的宫女带走侍寝，相思成病的他将宫女幻想成华颜，宠幸了一番。这名宫女转眼间麻雀变了凤凰，不但有了单独的寝宫，还从宫女升级成了娘娘。一脸小人得志的嘴脸，跑到华颜面前抢走了圣元送的簪子，不料被圣元发现后好一通臭骂。害怕失宠的宫女只得说出了全佑的真实身份，以及当年与华颜私奔的事，并笃定说华颜的儿子是全佑的。圣元勃然大怒，当着华颜的面便要求全佑验明正身，甚至他还兽性大发，想要强行占有华颜。华颜奋力推开圣元，含泪说道：等您成长为真正的君王再来吧。
这件事也让全佑知道了华严的儿子是自己的种，对之前所做的事后悔不已。为了儿子的将来，他打算帮助华严夺回皇位。于是两人开始谋划了起来。这天，内侍一如往常的端着准备好的大补之物，没想到圣元一听就一肚子火，看着眼中钉肉中刺的全佑，命令全佑喝掉大补汤。羞辱他无根还怕有欲望吗？虽然全佑知道这大补汤喝了会送命，但是为了弥补华严和儿子，他义无反顾地喝了下去。原来这一切都是华严的计谋，因为圣元每天用大补汤来羞辱全佑这个曾经的情敌，于是他们在大补汤里提前做了手脚，用全佑的牺牲来离间圣元这对母子。看着瞬间倒地不起的全佑，圣元愤怒不已，决定彻查此事。最后追查到是太妃宠成的药方，他一脸愤怒地找到太妃，指责对方为了权力操控他的人生，最后还要清理掉自己这个亲生儿子。太妃听的是云里雾里，连忙解释说这一切都是有人栽赃祸害，圣元现在怎么可能听信母亲的一面之词？于是命人将一干人等带来当面对质。岂料华严与全佑将计就计，供出是太妃安排的这一切，太妃就是幕后主使，这让圣元非常痛苦，毕竟是自己亲生母亲。现在事实摆在眼前，太妃是百口莫辩。圣元在极度悲愤中亲手掐死了太妃，也兑现了华严的承诺，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王者。如今终于可以抱得美人归，他兴奋不已地去找华严。干柴烈火的二人瞬间被点燃。就在圣元忘我投入之时，华严却把发簪插进了圣元的脖子。终于华严笑到最后，将儿子送上了皇位，又是一个新的傀儡皇帝，新的太妃。世道有轮回，人生有因果，皇位面前怎么会有什么爱情而言？有的只会是尔虞我诈，机关算尽。好了，今天就讲这么多。喜欢我们的节目，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爱你们哦，么么哒。